其实谈到西藏或是新疆的问题哦，它的本质啊，跟我们刚才谈的，包括这个锁国，包括这个英文也不准学了，它那个本质都是一样的。什么本质？这个叫做左倾右治病。左倾右治病呢，它这个思想已经狂热化，政策就会极端化。那我先解释了什么叫左倾右治病。简单的说了哈，就是中国一定强，也早就强了。然后呢，中国一定是伪光正，然后呢，要打倒一切的这个帝国主义跟一切的敌人。所以呢，谁也不能批评中国，包括中共嘛，不只是不能妄议中央啊，中国一点东西你都不能碰。那习近平不是常讲啊，要有4个自信嘛，什么制度自信啊、文化自信啊、道路自信等等，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谁也不能批评这个党，或是国家，或是民族，谁都不能批评。你只要一批评，你就是没有自信嘛，对不对？你没有自信了，到今天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所以搞到现在我注意到整个中国大陆他们那个社会上那种所谓的谦虚、反省这种能力或是这种美德都已经没有了，大家都在比谁比较狂热。那这个西藏的问题是这个样子的西藏、新疆一样，中共这2年来他一直在宣传。就是说，西藏跟新疆已经5年来没有发生暴恐事件，他一直在跟国际讲这个事情，他非常的得意。什么意思？什么叫暴恐事件呢？就是说暴力恐怖攻击事件嘛。那当然，西藏跟新疆呢，他们那个示威抗议有些是暴力的，的确有些是和平的。那今天的情况，无论是暴力的或是和平的，通通都没有了。怎么会这样？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以西藏来说的话，2008年还记不记得北京奥运的时候，它发生的拉萨抗议事件，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让中共非常没有面子，因为那一年刚好办奥运嘛。所以从2009年开始呢，中共就对西藏呢采取全方位的高度镇压的方式，全部清洗。后来呢，有一个人进去的当这个西藏的自治区的那个党委书记，这个人叫陈全国，他发明了一套方式，什么方式呢？叫做棋盘式的管理然后呢，干部呢还要所有的党的干部还要进入每一个家庭，就是说这个棋盘式管理呢分成人跟科技。就是说呢，网格化、棋盘式的把你所有的人都监控起来，而且呢，你还没有隐私，干部还要进去你家里对你考核，住在你家，看看你家是怎么回事。这一套方式有没有效？有效。所以呢，就搞得等于说整个西藏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不要说什么暴恐了，你想要抗议，你想要发表不同意见都不可能的。陈全国把这一套模式带到新疆去。然后呢，又补充了所谓的那个新疆那个集中营，有没有效？有效。今天中共正把这一套模式带到全中国大陆，也想把它带到香港，棋盘式管理。所以刚刚说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媒体注意到说。中共对这个西藏的这个寺院呢施加压力，逼迫僧人还俗然后这些僧侣被赶出寺院，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中共在中国的内部，他早就这样干了。简单的说中共对宗教是完全控制的，在中国的内地，你任何人想要出家，或是说你要去当神父修女都一样了你是需要得到党的批准，你不是说你自己想出家就出家了，得到党的批准你才能够出家。然后所有的寺院、所有的这个教堂的这个主持，全部是党的干部，拿党的薪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少林寺的那个 CEO 他是局级干部所以呢，我估了就可能是在新疆跟西藏
没有，就中国内地的这个制度没有实行到西藏跟新疆，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政策过去是比较宽松的，尊重他们的宗教传统等等等等等，现在没有了，现在一律向内地看齐。所以没有得到党的批准的人，你喇嘛也不要想当，你也不要想要住在庙里面。这个所有的庙，中共都要管理的，就这一套中国模式、内地模式，向新疆跟西藏输出，然后呢，成全国的那一套棋盘式的管理的模式，向中国的内地、向香港输出。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是，那他不怕这个他们的冬季奥运被抵制吗？我觉得中共现在有一种想法，尤其是对西藏跟新疆问题哦，他们已经有一点在不好意思哈，就用就是关门打狗，就是他把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了。所以我们刚刚有谈到的哈，这个啊，整个中国现在连普通的护照都不发了，你更不要提说新疆跟西藏哈是高度管制的地方，外国人啊、外国的媒体啊早就进不去了。所以呢，哈，他们才敢这样子，等于说变本加厉。然后另外一个哈，还是跟我讲的那个左倾右治病有关了啊。你看那个一场奥运，中国的粉红出征全世界，他们照干了，大家都觉得傻眼了，怎么会这样？这种左倾右治病狂热化哈，那谁也阻止不了，因为失去理性了，应该是这么说。是。